银行业也开始内卷了。4月15日，花旗宣布个人零售业务退出包括中国在内的13个海外市场。花旗集团 CEO 说，尽管这13个市场拥有出色的业务机会，但我们没有足够的规模参与竞争。事情还没完。5月27日，汇丰宣布个人零售业务退出美国市场。汇丰在美国的148家机构将有90家被出售给其他银行，只保留20几家分支机构。花旗和汇丰作为老牌的国际化大银行，为什么会一个选择退出世界第2大经济体中国的零售市场，一个选择退出世界第1大经济体美国的零售市场呢？退出这些市场的原因仅仅是因为不赚钱吗？还是另有隐情？今天就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话题。在开始之前，欢迎订阅我的频道，点开小铃铛，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花旗银行的前身是1812年成立的纽约城市银行，经过2个世纪的发展收购，花旗已经成为美国以资产额计算的第3大银行，在全球近50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分支机构。花旗银行是在中国开办业务的第1家美国银行。1902年，花旗银行的前身之一国际银行公司在上海开设分行，这也是花旗银行在亚洲的第1家机构。汇丰银行的历史比较有趣，它设立的背景是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要给英国巨额的赔款，但是当时国内只有钱庄，并没有现代化的银行，清政府的赔款要怎么给英国是个大问题，所以就有英国人看准了这个商机，在香港成立了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晚清到民国这段时间，汇丰银行一直是中国政府偿还外债和赔款的主要经收银行，同时还代收存关税资金。目前汇丰是香港最大的银行，也是港币的3家发钞行之一，仅在亚洲就有700多家分行和办事处。我们先来看中国方面，花旗银行在中国的日子到底好不好过？2019年的数据显示，中国国内大型商业银行的利润总和为10606亿元，而所有外资银行的利润加起来只有216亿元，还不如国内商业银行利润的零头。具体到花旗银行来说，2019年总利润只有20多亿元，利润率还是负的 10%。 银行的底层盈利逻辑很简单，就是用低息吸收存款，然后用高息发放贷款，赚取其中的价差。我们看一下花旗银行的贷款数据， 33.76% 是个人贷款业务， 66.24% 是企业贷款用户。再来看存款数据，花旗银行的个人存款占比 9.8%， 企业银行占比 90.2%。 花旗的存款结构在国际大外资银行的位置居中，但是贷款端明显个人贷款业务占比太高，而企业贷款用户占比过少。个人贷款主要包括信用卡、消费贷等业务，这部分虽然利润率比较高，比如信用卡随随便便就可以达到 15% 以上的收益率，但是同样的违约率和成本也会大幅增长，而企业贷款相应的风险就会小很多，而且每一笔贷款的金额也会比个贷大很多，相应的利润也会比个人业务多很多。个人银行业务在行业内的叫法是零售银行业务。所谓的零售银行业务，就是大家日常看到的我们在银行网点的存钱、取钱这些柜台业务，还有大家日常个人工作生活中可能需要使用到信用卡、消费贷，这些业务实际上都是零售银行业务。其实零售银行业务对于大部分商业银行来说都不是最赚钱的业务，反而是需要投入成本最大的业务，因为需要大量的网点、大量的员工去做服务，相对而言给银行贡献的利润就不是很多，这就是零售银行业务的特点。这些年我们看到中国国内的各大商业银行实际上都是在逐渐用自动的机器设备、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等服务，尽可能的替代掉需要花费大量人力财力的零售银行业务。对于花旗银行来说也是如此，这个时候与其花那么多钱去做不赚钱的业务，
不如把力量集中到更赚钱的企业业务上去。所以这个时候花旗放弃零售银行的业务是很正常的。而汇丰退出美国个人零售银行业务，基本上也是基于同样的考虑。汇丰银行表面上看是世界上有名的一家银行，但是实际上它的本身市场发展水平比起美国那些资深的老牌银行，比如说富国银行、摩根大通银行相比，实际上还是差了很多。汇丰银行其实还是起源于香港的一家银行，虽然后面逐渐成长成为国际银行，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和起源于英美的那些核心的银行相比，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汇丰银行在美国发展了这么多年，实际上并没有取得重大的突破，那么在依赖美国市场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所以这个时候对于汇丰银行来说，与其说再这样硬撑下去，不如放弃美国市场，深耕亚洲市场。目前汇丰还在考虑退出欧洲的现有业务。之前汇丰已宣布计划在全球范围内裁员约 3.5 万人。虽然个人零售业务不赚钱，但零售业务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体现出银行的品牌价值。比如去酒店入住的时候，掏出一张花旗的白金卡，明显比掏出一张工商银行的白金卡显得更有逼格。但是这种尊贵身份的象征不是普通人能够随便获得的。银行的本质就是要赚钱的，而普通客户能够赚到的钱很少，利润的大头是高净值客户，也就是私人银行客户。这部分业务花旗中国并没有选择退出，说明还是非常赚钱的。根据商业银行理财产品销售办法，明确私人银行客户标准的设置为金融净资产达到600万元人民币以上，但这个标准在各家银行中具体执行并不是统一的。比如招商银行2020年末私人银行客户数为10万，管理的私人银行客户总资产 2.7 万亿，平均每个私人银行客户资产2775万。这些私人银行客户大部分都会有全球资产配置的需求，而这些就是外资银行的优势所在。比如你要去美国买房，上百万美元的资产肯定无法通过正常的电汇渠道出去的，但是通过外资银行的客户经理在美国本土开通本地的银行账户，就有方法可以合规的把国内银行的钱转入美国。巨额的资产转移会有很多手续费，牵扯到税务、法律合规，外资银行都会帮你全权搞定的同时，肯定会收取不菲的服务费。比如花旗银行国内的分行，之前的开户门槛是20万人民币，开通成功之后可以使用全球速汇功能。假如你有美国花旗或者任何国家的花旗账户，转账都是可以秒到，而且不需要任何的手续费，也不用去柜台，在网银上或者手机 APP 上操作即可。之前通过我这边渠道成功开户美国花旗的小伙伴表示，国内花旗转美国花旗的体验非常好，可惜之后用不了了。但是国内其他的银行，包括4大行，都还是可以顺利的在外汇额度之内汇款到美国花旗的账户。这种方法走的是 SWIFT 国际电汇的通道，手续费普遍在300人民币左右，到账时间一般是3到5个工作日，比花旗的全球速汇逊色不少。再比如之前香港汇丰转美国汇丰也是可以秒到无手续费的。现在汇丰取消个人在美国的业务了，这点便利目前也无法享受到了。当然，如果你有以上银行的私人银行业务，目前是完全不受影响的。银行也开始内卷了，中产阶级能够享受到优质的服务正在被蚕食。社会阶层固化是全世界都在面临的一个问题，尤其是自疫情以来，贫富悬殊更是越来越大。由于各国央行大量放水，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越来越严重，上层社会富裕的人由于手中已经握有大量像股票、房子之类的抗通胀的资产，财富不减反增，而中下层手中只有现金或者不能变现的住房，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财富被通胀蚕食。所以目前如果你手中有一些资产，我个人的建议是不要配置为现金，而是尽量转换为其他抗通胀的资产，比如房产、股票、债券等。
如果大家想投资海外，却一直苦恼没有海外的银行账户，疫情期间也不方便出国，那么可以考虑通过我这边的渠道办理美国银行的账户。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通过视频下面的联系方式咨询我。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觉得还不错的话，欢迎点赞、订阅、加分享，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那我们下期再见。